推呀！你没吃饭呢是不是？一点力气都没有，太没用了。这声音使得燕凤阳一愣，这冷宫之中怎么会有孩子呢？低下头，他双眼冷冷地看着墙底下爬出来的一个约莫4、5岁的小胖子，圆乎乎的小脸蛋上有着精致的五官。根本就从来不与孩子打交道的燕凤阳见到宁一月卡在了狗洞里不上不下，顿时鬼使神差的停下了脚步，并蹲下身子来。哪来的小胖子？你为什么在这里爬狗洞？宁一月没想到墙外还有人呢，要不是娘亲在墙头布置了尖尖的瓦片，打死他也不会钻狗洞出来的。可他没有想到，人生头一回钻狗洞，竟然就被人给逮着了。宁一月平生最恨的就是别人叫他小胖子，明明他一点都不胖，就是有一点点结实而已嘛。你才是小胖子，你们全家都是小胖子。你哪只眼看到这是狗洞了？这是爷打的地洞，不懂就少说话不行啊！不说话我噎死你啊！他朝着墙后叫道：哥哥，你能不能用点力？快要夹死我了！叫你多吃点，你就不多吃点。这下要用力的时候，你没力气了吧？我告诉你，把小爷我夹死了，看谁陪你玩斗蝈蝈！燕凤阳没想到这小子还敢骂自己呢，顿时他的脸都黑了。看来自己是离开宫中太久了，久到连小孩子都不怕他了。小子，告诉我你是谁，我就把你拉出来。这话一落，宁一月双眼一翻，我是你大爷，我是你大爷！趁火打劫的人绝对不是好人。走走走，别在这里碍事儿行不？小爷我用不着你家好戏，没有你帮忙，我照样能爬出来。什么？你是我大爷？小子，你知道万大爷是何人吗？这么没礼貌，看样子得好好教训一番。可就在燕凤阳准备把宁一月拉出来时，只听得墙内一声怒吼传了出来：宁一天、宁一月，你们两个臭崽子跑哪里去了？出来啊！赶紧给老娘出来，要不然等老娘找到了就打断你们的腿。哇哦，BBQ 了，白忙了。好心的叔叔，赶紧拉我一把，我要被那只母老虎逮着了，就全完蛋了。好心的叔叔，刚才不是说我不是好人吗？这会儿竟然敢叫我叔叔，哼，你胆子挺大的。宁一月一听，瞪大了眼睛。不叫你叔叔哪该叫你什么？可你这么老了，那不成还想让我叫你哥哥吗？你也不想想你多大年纪了，一大把的年纪，我好意思叫你哥哥了，可你好意思答应吗？可说着说着，他仿佛认命了一般。行吧，看在有求于你的份上，我就吃点亏。好心的哥哥，帅气的哥哥，天下无敌的哥哥，你快救救我吧，求你了行不？我要被我娘抓个正着，一会就真的死定了。要我帮你可以啊，但是你得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为什么会在这院子里？听到脚步声越来越近，宁一月着急了。叔叔，不，好心的哥哥，我叫宁一月，绰号宁死不屈，我从小就在。话还没说完，小子就被拉进了院内。宁死不屈。燕凤阳一口口水差点喷出来3尺。这绰号是他自己封的吧？这小子有点意思啊，这么机灵，若是好好培养培养，将来难保不是个人才。一瞬间，燕凤阳来了兴趣，他顺着墙壁一跃而上，因为他断定宁一月与院子里的女人有关。才刚站稳，燕凤阳就看见几丈开外有一个杏仁大眼、秀气逼人的女子，手上倒提着一个浑身是泥的小子。此刻他杏眼怒睁，怒火滔天地教训着那个臭小子。好你个臭丫头，你把老娘的话当耳边风了不成？叫你不要出去，你偏要溜，上不了墙你就敢给老娘打洞。我问你，你是属龙的还是属鼠的？这会儿的宁一月可是没有了一点大爷的样子了，他娇娇软软地求饶着：娘亲，漂亮娘亲，天下最美最帅最厉害的娘亲。
玉儿错了，玉儿错了嘛，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你就饶了玉儿这一回好不好？这几年宫中不少女人天降横祸，总是被他闹个鸡飞狗跳。若不是儿子给他收拾烂摊子，这冷宫里的情况肯定早就已经暴露了，绝对不能让他破坏了自己的大计。宁仪真黑着一张脸，今天你叫什么都没用，你这是3天不打上房揭瓦了，说怎么罚？听到一个罚字，宁一月顿时就蔫巴了。每天抄100遍千字文，倒背《论语》行吗？不行。这还不行啊？宁一月快哭了。那我答应3天不吃肉肉，总行了吧？你说呢？那我5天不吃肉，每天再加半个时辰的马步，这下总可以了吧？宁仪真静静地盯着自己女儿的脸，一动不动。我错了，以后再也不敢背着您来了。娘，漂亮的娘，可爱的娘，求您饶了月儿这一次了，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好不好？闭嘴，宁一月，你再敢假装流马尿，老娘让你1个月见不到油心。话一落，瞬间一院安静。也就在这时，女人的手一松，小心！就在燕凤阳以为宁一天会摔个狗吃屎的时候，就见这小子一个翻腾，咚的一声跳在了1丈开外。娘，3天不吃肉，我1天再加1个半时辰马步，好不好？宁一月，我宣布，这1个月你没肉吃了。怎么能这样？宁一月又想哭了。娘亲，你不能这样子，你不能这样子的，你这样太过分了。1个月没肉吃，我要饿成一道闪电的。我若饿瘦了，您不心疼吗？哎，我可是您生了1天1夜辛辛苦苦才生下来的宝贝啊！可此时不管女儿如何撒娇，宁仪真却是不为所动。正忙着教训女儿的她，还真就没发现院子里多了个人。宁一月，你再敢跟老娘讨价还价，小心我让你1年没肉吃。听清楚，没得价价。娘亲一点也不美，一点也不漂亮了。哼，10天就10天，小爷我就不信扛不住，不吃下不吃。臭丫头，再说小爷小爷的，看我不抽你！你是个姑娘，以后不许这样说。走，跟我回屋认字去，好好的把女训女戒给我抄上10遍。这小子不是小子，而是个丫头。这怎么可能是个丫头？这几年来，他是真的从来没有想起过这个人来。他以为1天3餐1碗清水2个馒头的他，就算活着也只能算是苟且偷生，面黄肌瘦。可谁来告诉他，眼前这个美得惊人、身材与肌肤堪称绝色的女人，她是何人呢？眼见3人就要离开，燕凤阳沉沉地开了口：站住！我的皇后见到了朕也不打个招呼吗？民女宁氏见过皇上。皇上，好久不见，十分想念。皇上在外几年，既然能全身而退，不枉我天天起天告念。朕的废后，你怕是在日日祈求朕死在外面，永不归朝吧？啊，皇上果然名不虚传，这脑子就是转得快啊！确实如此啊，每当小女子被1碗水2个馒头饿得睡不着的时候，确实是巴不得你早死早投胎。其实你心中知道就可以，何必让人把话说出来这么尴尬呢？大胆宁氏，你敢咒朕，就不怕朕杀了你，灭了你9族吗？怕个鸟啊！皇上，养大我的外祖一家已经死的死，流放的流放了，要杀您就杀去吧。民女在冷宫这几年也没有谁来看过1次，民女还不知道自己还有9族呢。哼，你想诛就诛吧，反正也没有谁能阻止得了您。您还有指示吗？若没有，小女子身体娇弱，营养不良，得进屋休息了。你是谁？他们又是谁？老实给朕交代，否则别怪朕不客气。皇上不认得我宁仪真，刚才却叫我废后，
难不成皇上您是在边关待久了，太久了没看着女人，逢人就叫皇后？宁氏，这是你与哪个野男人生的？作为废后，你竟然敢在冷宫中生下野种，你好大的胆子！野种？哈哈，宁姨真是笑了，这狗男人竟然骂自己的亲生儿女是野种，骂得好！坏叔叔，竟然敢骂我们！打你！你这个大坏蛋！我们是娘亲的孩子，不是野种！哥哥，打他！哥哥，打他屁股，打屁股最痛了！娘亲打屁屁的时候真的好痛的。知道了，昨天娘打了我的屁股，今天还痛着呢。妹妹你好棒哦！别说燕凤阳呆了，侍卫统领霍霄也真的是看呆了，甚至连救驾的事儿都忘记了。眼前这两个漂亮的惊人的小娃娃竟然如此强悍，这神情与自家主子在战场上拼命时的表情一模一样，够凶够猛够泼辣。天哪，他怎么下得去手？燕凤阳一叫，霍霄顿时为难了。皇上，他们是2个孩子，属下……燕凤阳，你真是太不要脸了，让大男人来欺负孩子，你的脸呢？天儿、月儿，他敢侮辱你们的娘亲，给我打，狠狠的打，打得他连爹娘都不认得，我负责。宁以真，让他们住手，否则别怪朕对他们不客气了。可宁仪真哪里肯呢？积攒了2辈子的恨，今日机会来了，不用白不用嘛。打，狠狠的打！宁以真，你放肆！朕没追究这2个野孩子哪里来的，你还得寸进尺了。再不叫他们住手，别怪朕不客气了。天儿、月儿，他们敢说你们是野孩子，给我往死里打！话音落下，2小只的劲道暴涨，一瞬间，燕凤阳被逼得手忙脚乱。霍霄，完蛋了，皇上是真生气了。皇上，怎么处置？小人，放开我！有本事与小爷正式挑战，到底做什么鬼？放开我们！宁以天不爱说话，但是今日这个人侮辱了他，他的脸都漆黑了，圆鼓鼓的大眼睛死死地瞪着霍霄。若不是娘亲说不能让别人知道他的异能，他铁定把这2个坏人都给杀了。把孩子放下，为难2个4岁的孩子，算什么本事？宁仪真牵过自己一双儿女的手，在自己身边站定。不好叫是吧？其实没什么不好叫的，直接叫我废后就好了。天儿、月儿，咱们回家玩蝈蝈去。走喽，到蝈蝈了。站住！朕没发话，你们几个走走试试。皇上，您可别吓我了，小女子胆小娇弱，经不得吓。刚才本人已经受了不小的惊吓，这一会儿身体极不舒服，想回去休息了。请问皇上，民女可以走了吗？若你跪下求朕，朕可以考虑考虑。哼，燕凤阳，你让我跪下来求你，我只问你一句，你配吗？宁以真，你可知道你在与谁说话？你再说一句试试。尊敬的皇帝，您让我跪着求你，您配吗？您配吗？您配吗？来人，把他给朕拿下，杖50。你敢动我娘亲，我与你拼了！谁敢动我娘亲，我定能恨他一辈子。看在这2个孩子的份上，若你好好回答朕的话，饶你一次无礼。说，这2个孩子是从哪来的？饶？在下并不需要皇帝您饶，若您非要知道这2个孩子的来处，我可以告诉您。我叫宁一月，外号宁死不屈，是我娘从臭水沟里捡来的，所以又叫臭丫头。我叫宁以天，外号宁缺毋滥。1天1夜，还宁死不屈，宁缺毋滥，这是个什么鬼名字？好好的孩子被这个女人给教坏了。小家伙，你们多大了？老实说，要不然别怪朕把你们的娘亲关起来。3岁半。3岁半？这女人被打入冷宫4年多，而孩子3岁半。来人，属下在，皇上有何吩咐？把他们带去龙栖殿，这是朕的孩子。想抢孩子？狗男人，既然你肯上钩，那本宫就成全你。宁仪真一个眼神，
宁一月便大哭起来。我不要跟你们去，我不要跟你们去！哥哥，快救我！娘亲，快救我！妹妹，你别哭，哥哥现在救不了你，等我长大了一定救你。也不要离开娘亲！放开他们，他们还小，离不开鸟，放开他们，放开他们！燕风阳，求求你不要把他们抓走，他们还小啊！现在来求情太迟了。娘娘不会有事吧？哼，奶娘，既然他回来了，孩子自然得养在他身边。现在他们不小了，分得清是非了。我们是得出去了，要不然这皇后的位子就得被别人占了。既然这机会来了，不用白不用。太后，您听说了吗？皇上带回来了2个孩子，一男一女，听说是冷宫废后生的。你说什么？孩子？冷宫废后的孩子？孩子多大了？是的，太后，确实是冷宫废后生的孩子，今年已3周岁半了。可看到那2个孩子？看到了，男孩子为长，与皇上小时候几乎一模一样；女孩子则与冷宫那位有8分相似。去，给谢家传个信去。平儿，叫大海兄弟仔细打探龙七殿，本宫要掌握那边的情况。是，娘娘。翠儿，给我父亲传信，就说宫中废后替皇上生了一对龙凤胎，让他把这消息传给西离琳琅。是。宁一真，你想母凭子贵吗？得看你有没有这个命啊！皇上最痛恨的就是孙相，你又是孙相的外甥女，这辈子呀，就别做这个梦了。就在这时，一只鹦鹉悄咪咪地飞进了冷宫。主人，2个小主人都被抱去了龙七宫。燕凤阳，这可是你给我的机会，可别怪我不客气的用了。小绿，去告诉小月儿，叫她使劲儿的哭。是，主人。龙七宫中，让人想抱着啃上几口的小姑娘，她一直在哭。德公公看着，好生心疼。皇上，公主她会不会出事啊？他哪知道啊？乖，不哭了。你可是堂堂的宁二爷呢，我不是坏人，我是你们的爹爹。哥哥，爹爹是个什么东西呀？我也不知道爹爹是什么东西，娘亲没说过。我要娘亲，我不要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爹爹。娘亲，娘亲，你快来救援！这废后太可恶了，竟然让2个孩子不知道爹爹是个什么东西。不，爹爹根本就不是东西。月儿乖，月儿乖，不哭，不哭好不好？坏人，骗子！传太医，快叫太医来！皇上，小公主哭太久了，哭得气短，晕倒了。皇上，皇子与公主又不肯吃东西了，刚刚吃下去的吐出来了。太医呢？太医哪儿去了？都在，可是没用。小皇子与小公主根本不让人靠近，一靠近就哭呀。娘亲，我想你了。去冷宫把宁氏给朕带来。回皇上的话，他说他是废后，没有资格进龙七殿，还请皇上把2个孩子还给他。什么？不来？好你个宁一真，竟然敢跟朕叫板！摆下冷宫，
宁氏，你好大的胆子，不怕死是吧？竟然敢抗旨！皇上，民女并没有说假话，以民女的罪女身份，确实没资格进您的龙栖殿。你到底想怎样？说，要如何，你才肯出这冷宫？若想我回宫，可以啊，但除恢复我后位的这个条件外，否则免谈。宁氏，朕以为关你在冷宫里你会变聪明点，看来你比以前更愚蠢了。你不问问自己，你有资格当皇后吗？有没有资格，不是皇上说了算。好，你有种。那朕说了不算，你说谁说了算？天下百姓说了算。后位者，有德能者居之。既然你说皇后之位得有德有能者居之，那你告诉朕，你有何德何能？民女自小熟读诗书百文，品性温柔，心地善良，心怀天下，身在后宫却从未做过害人之事，这就是德。对于能嘛，不若请皇上带上几位重臣去冷宫的后山看看，看过了再来与民女说能者之事。这里大约有1亩3分地，这块地民女已经种了3年了，这叫土豆，可以做蔬菜，也可以做粮食，它能亩产3000斤以上。那边有1亩地的苞谷也已成熟，民女预估产量在12担左右。至于那小麦，这3年来也只保持亩产9到10担的收成。天哪，一边的众大臣们听傻掉了，说这些粮食真的有这么高的产量？那大梁国的百姓还会没饭吃吗？大梁国的军队还会缺军粮吗？如今大战刚刚结束，全国可是缺粮缺银缺所有。燕凤阳也被这话给震惊到了。来人，把这些都收割起来。宁氏，若这些真如你所说，并且你愿意把它的种植方法及种子献给朝廷，朕许诺你后位。多谢皇上，民女相信皇上一诺千金，更是一个爱百姓的好皇帝。您放心，这利国利民的大事，民女不敢欺瞒天下人。宁氏，后位可以给你，只是这掌管6宫的大权，看你又有何能耐再来讨要。燕凤阳并不知道宁仪真并不要这6宫权力，他要的是这后位，这凤印，因为只有拥有了这些，才能保证将来他的儿子才能够顺理成章的成为太子。他要的不是6宫之权这么一点点，他要的是这天下，给他的儿子要这天下。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宁氏之女仪真品德贤淑，德能兼备，特立为大梁国贤德皇后，移居凤霞宫，钦此。想娘亲了？对啊，好想娘亲。娘亲，以后月儿又可以跟娘亲住在一起了吗？是的，以后月儿又与娘亲住在一起了。天儿，这2天你还好吗？娘亲，天儿很好，您别担心。天儿知道娘亲如今是皇后了，恭喜娘亲心想事成。但娘亲以后也别太辛苦了，天儿想要的东西，天儿会自己去争去拿。好的，娘亲明白。这2天没好好吃东西了吧？一会儿娘亲给你们做好吃的去。娘亲，你给月儿做的什么好吃的呀？炭烤大猪蹄子吗？好，一会儿我给你们做炭烤猪蹄膀、蒜烤虾、辣烤土豆片。耶！娘亲太好了，我太喜欢娘亲了。哥哥，今天打牙祭了，你可要多吃点呀。吃这么多做什么？吃得你这么胖。娘亲，以后我们都要一直住在这里吗？天儿，你不想住在这里吗？这里是皇宫，天下之人向往之地。不想住在这里，太不自由了。等娘亲准备准备，到时候我们要一个自由出入宫外的自由权。娘亲，您慢慢来，天儿不急。姑姑，那个贱人，他凭什么占着皇后之位啊？姑姑也没办法，姑姑到时候让你皇帝表哥封你为淑妃。宁仪真，我定然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我绝对不会让你好过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娘亲，月儿知道错了。月儿，这几年天下不太平，
很多人都因为没有食物而饿死了。食物是世上最珍贵的东西，所以不能浪费，记住了吗？娘亲，月儿记住了，再也不会浪费食物了。娘亲给我讲故事好不好？好，娘亲给你们继续讲《西游记》吧。好，我要听孙悟空在打白骨精。哥哥，你要不要听？又听这个？妹妹，这个你都已经听了3遍了。娘亲，讲后面的。不嘛，我就要听嘛。娘亲，讲，快讲啊！唐僧骑马兜了个东，后面跟着个孙悟空。孙悟空跑得快，后面跟着个猪八戒。嘿嘿嘿，猪八戒鼻子长，后面跟着个沙和尚。沙和尚摇着锣，后面来了个老妖婆。话说唐僧师徒4人继续往西走，这天呢，他们路过一座大山。我知道，这山叫白虎岭，名字跟乾坤一样。我女儿真聪明，记得这个牢啊，真棒。嘿嘿，娘亲也好聪明，真棒！一会儿月儿给娘亲烤猪蹄膀吃。吃，你这个小吃货。月儿，你真的要做个小胖妞吗？姑娘家太胖了，太妃们做的好看衣服都穿不下去了，别人还会叫你小胖妞，你可要好好想想啊。门外的高大身影站在门口，静静地听着这母子之间的互动。皇上驾到！臣妾给皇上请安。儿臣给父皇请安。父皇，你是来看月儿的吗？父皇，您把娘亲还给了月儿，月儿不卖您坏蛋啦。感情朕不还你母后，这就是坏蛋了。不过他们叫朕父皇了，这是承认自己这个爹爹了吗？朕过来看看这2个孩子。皇后，宫中安排可还满意？谢皇上关心，一切甚好。听闻你只留下4个太监4个宫女，这怎么够用？回皇上的话，臣妾习惯了。这几年身边也只有秀玉与江嬷嬷伺候着，最难的时候都过去了，现在也不需要了。难道皇后只是在怪朕吗？不敢，一切都是臣妾的命中注定的事，谁也无法抗拒。不敢，朕看你敢得很。逆朕，你以为坐上了皇后的位置，一切都得到了吗？狗东西，又威胁他，他就会怕了吗？可没等宁仪真接话，一个娇糯的声音响起来：父皇，你吃果果，娘亲种的果果，好好吃的。月儿，这个水果真的是你母后种的？都是我娘亲种的。父皇，月儿肚饿的时候，娘亲给月儿找果子吃。娘亲既美丽又能干，月儿可喜欢她啦。你也喜欢她好不好？月儿，下来。娘亲。皇兄，您真的在这里啊？哎，您是来看皇嫂与小侄子和小侄女的吧？哎呀，天啊，这就是本王的侄子和侄女吗？听，真漂亮啊！来，认识一下啊，我是你们的七皇叔燕凤城。小宝贝儿，你们叫什么名字呀？七皇叔好，我叫宁一月，这是我娘亲，这是我哥哥宁一天。小宝贝儿，现在你不叫宁一月，应该叫燕一月了。可是，哎呦，皇叔的小宝贝侄女啊，你别哭啊，哭红了鼻子就不好看了。快说说，谁委屈你了？七皇叔。月儿乖，告诉七叔是谁欺负你了？是父皇。那你说说，你父皇是怎么欺负了你了？七皇叔，父皇他不喜欢娘亲。小太监说了，要是父皇不喜欢娘亲的话，宫里的老妖婆、小妖婆就会来害我们。七皇叔，小月不想死，你带我们出宫好不好？
皇兄，小丫头多可爱了，您舍得让人欺负她吗？皇嫂对朝廷贡献这么大，您可别让人欺负了她啊！大梁国的皇后，谁能欺负得了？七皇帝，你也不是个孩子了，是不是想太多了？哼，皇兄，这朝中吧，您最大，可是这后宫吧，还有一个太后呢，她不会，你们都放心。启禀皇上，玉亲王入宫了，已往凤霞宫来了。什么？他怎么来了？皇上，玉亲王大约是听到了一些风声。回殿。皇上，玉亲王已经到了凤霞宫门口，请来了。皇嫂，别担心，他不敢对你怎么样。成王放心，本宫人生字典中没有怕这个字。本宫赶回凤霞宫，早就想到了这一切。谁敢挡我皇后之路？神来杀神，鬼来杀鬼。老臣见过皇上。皇上，听闻废后有立国立民的大功，您才恢复他的后位。正是如此。皇父伯，皇后她种出了天下高产粮食，这是民之本。他本是大梁人，献出这些不是应该的吗？一个叛臣之亲外甥，他何德何能坐上大梁皇后这位子？说出去，天下百姓不笑掉大牙。宁氏，你若真心悔过，给你个妃位，自请退下后位吧。真当是不知所谓，倚老卖老的老家伙。老王爷，您还是坐下吧，您这身体可别撑着了，若倒在本宫宫中，那可是给本宫加了一条气死亲王之罪。本宫刚刚回宫，这份大礼可承受不起啊。你看看，这样的女子怎么能当我大梁的皇后？哼，本宫不配这后位。那老亲王说说，什么样的女子能担当得了大梁的皇后之位？谢氏女吗？本宫倒想问问，历代皇后谁有本宫的贡献大？若本宫不配，那请问谁配啊？你配？你，皇伯父，您还是坐会儿，先歇口气。不坐，老夫就看你还有多大的能耐。别以为坐上了这个位子就能稳如泰山。皇嫂，你果真是好厉害，竟然把黄伯父说得哑口无言啊！哎，要知道黄伯父这人从来就只有指着别人鼻子骂的人，今天你已经把他给气着了。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本宫不是口才好，而是理在本宫这一方。难不成成亲王也认为本宫不堪这个后位？不，皇兄认为您配，那您就配。皇嫂，听闻您那高产良种能让粮食增产几倍，臣弟替天下百姓高兴。今日来，臣弟是来看小侄子小侄女的，不说正事。小月儿、小天儿，七皇叔好喜欢你们呀，要不跟七皇叔去王府上住半个月？这个皇叔怎么就这么像大灰狼呢？七皇叔，你这么喜欢小宝贝，赶紧自己生一个嘛！你自己生的，天天都跟你在一起，不香吗？别人家的总是别人家的，变不成你自己家的，是吧？你确实该成亲了。这次西离国公主来和亲，你可以考虑一下。皇兄，您可不能这样啊！臣弟只喜欢我们大梁女子，不喜欢那异国女人啊！你千万别打这种主意啊！若你肯，朕给你的封地只在江南。哎，不，臣弟我不要封地啊！皇兄，臣弟再一次声明啊，您若再给臣弟提封地之事，臣弟就出家。这个不求上进的家伙，这个永远都长不大的家伙呀！七皇叔陪公主，好好。七皇叔，那是白雪公主吗？白雪公主很可怜的，你娶了她吧，要不然她要被老巫婆的苹果给毒死啦。不，七皇叔的小宝贝儿，她可不是白雪公主，她是西离的野蛮公主，她很凶的，老巫婆都怕她呢。七皇叔这么温柔可爱、胆小懦弱的人，怎么能娶一个凶蛮公主呢？你说是不是啊？哇，这样啊！这个皇叔长得好好看的，确实是不能配一个超凶的公主的。父皇，凶公主配不上七皇叔的，七皇叔要娶白雪公主的。白雪公主又可爱又善良，而且还很聪明的，让她娶了她吧。
我的宝贝，白雪公主又是谁啊？你是不把你七皇叔给配出去，不甘心是吧？白雪公主是谁啊？你们的关系就这么好吗？小丫头，你七皇叔的王妃可不能是一个来路不明的公主能配得上的。父皇，七皇叔，白雪公主是故事里的人，不是真人。娘娘，食物准备好了。今日皇嫂搬家，有什么好吃的？皇嫂，本王能留下来用膳不？秀玉，多上几副碗筷来，准备开烤吧。是。太好吃了，太好吃了！皇嫂，您这个调料是从哪儿来的？能不能给臣弟一些？自己配的，你要的话一会儿给你吧。太好了，皇嫂，你真是个好人，臣弟谢谢你了啊！不客气。全场就只有成亲王燕凤成的声音，而一边的皇上只是在一旁闷头吃着。他吃得太快，方德言烤串的速度都有点跟不上了。秀玉，你去帮德公公一下，这边我自己来。父皇，您喝一杯这个茶茶，这个茶茶喝了不上火。以前我吃炸鸡腿，若不喝这个茶茶，嘴角就会起泡泡，好痛痛的。小马屁精啊，这可是老娘加了灵泉水的下火茶，给他喝浪费了。玉儿也多喝点，父皇这边有。父皇，娘亲可会做好吃的啦，就是可惜冷宫里的肉太少。这小胖丫还嫌吃少了肉吗？以后父皇会吩咐御膳房，你想吃什么就去拿。拿多少都行吗？拿多少都行。耶！我父皇好好！哥哥，父皇真的不是坏人呐，娘亲没有说错。妹妹真的好狡猾呀。我看到了。完了，这小公主成精了，她太懂皇上的心了。父皇，玉儿能送点肉肉去给冷宫的太妃奶奶们吃吗？在冷宫好可怜的，一天一碗清水，2个冷馒头，根本就吃不饱不说，他们还要省给月儿吃。要不是娘亲带着大家一起种菜种粮，月儿早就饿死了。这样的话，父皇都见不到小月儿了。小公主呀，你再戳你父皇的心，他得后悔的去死喽。果然，方德言，传令下去，以后冷宫的嫔妃每人每天半斤肉，5天1只鸡，你亲自去安排。是。父皇，你真好，玉儿太爱你啦。这2天各宫的反应如何？主子，各宫反应不一样，只是那安美人还想给皇上生个野种呢。生吧生吧，最好太后也给先帝生个野种下来。我让你放的药放了吗？放了。给我密切注意着，若谁敢打2小只的主意，杀无赦。是。娘娘，太后身边的蒋婆婆来了，宣您带小皇子与小公主觐见。宣，奴婢见过娘娘。娘娘，太后思孙心切，宣您与小皇子、小公主去慈宁宫觐见。带路吧，天儿、月儿，母后带你们去见太后娘娘去。春花秋月，跟上。皇后娘娘，太后娘娘还等着呢，您赶紧点儿吧。大胆贱婢，竟然给主子下令，谁给你的胆子？小皇子与小公主头一次入宫，他们喜欢玩一会儿不行吗？分不清尊卑的东西。秋月，给本宫掌嘴。你什么你啊？看来太后身边的人礼仪没到位啊。本宫是皇后，是你能你的吗？看来你还没明白啊。秋月，再给他2巴掌，让他知道什么叫尊卑。贱人，一会儿到了太后身边，你会知道什么才叫尊卑。哼，还没打怕是吧？若想再挨上几巴掌，你就给我不服。老奴不敢。不敢就好。父皇，月有花花，给父皇花花。儿臣见过父皇。平身。臣妾见过皇上。平身，进去吧。皇后好大的架子，哀家等的都快瞌睡了，你总算舍得进来了。才听到脚步声，他尖锐的声音就忍不住了。母后恕罪，刚才天儿与月儿才睡醒，
人很迷糊，皇后就让他们在路上醒了醒瞌睡，所以来迟一步。皇上，你日理万机，这一会儿怎么到这里来了？见过母后，正是想到有件事要亲自与母后说，这才特地过来的。没想到这么巧，正好皇后带天儿与月儿来见母后。本来儿臣准备和他们一起明早来给您请安的。这皇上与皇后之间真的只是合作关系吗？还有，这冷宫就这么养人吗？眼前的女子明明相貌没变呢，可为何在冷宫中待了4年，却比以前美了好几倍？晨曦见过太后娘娘。皇后，你说哀家宫中的人没规矩，我看你在冷宫连规矩都忘记了，见了哀家，皇后连跪下都不记得了。回禀太后，本宫在冷宫生孩子，生得过于辛苦，吃得又差，所以身体非常差。这双腿这几年来为了养大小皇子与小公主，几乎快废了，实难下跪，请太后娘娘宽恕。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是皇家虐待你了吗？并非，一切皆是晨曦命劫，请太后宽恕。天儿、月儿，去见过太后娘娘。前一天见过太后娘娘，燕一月见过太后娘娘。起来吧，赏。谢太后娘娘。谢太后娘娘。等等，你们叫我什么？太后娘娘呀，父皇，太后娘娘不叫太后娘娘吗？月儿、天儿，你们俩要叫皇祖母的，不能叫太后娘娘。啊，皇祖母。天儿见过皇祖母。皇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皇后有病治病，有伤治伤，但这礼不可废。燕凤阳也头痛了，他就知道自己母后会抓住这一点不松手，可是他不答应这个条件，眼前的女人就不肯拿出那能够促进高产的肥料配方来。母后，皇后初出冷宫，身体确实很差，等她静养好之后再谈礼仪之事吧。身体差？刚才他打哀家身边的人之时，可没见他身体差。皇后，蒋嬷嬷是哀家的人，她本是好意提醒你，为何要出手伤人？太后娘娘错了，教训这狗仗人势的奴才，用不着本宫自己动手。杀鸡不用宰牛刀，实属太浪费了。谁身边没有几个得力的人呢？你好大的胆子！哀家的人你也敢训？真以为这后宫是你宁家的了吗？来人，给我掌他的嘴，叫他这么没有规矩。母后，宁氏毕竟是一宫之后，若一个宫婢都敢对她出言不逊，您觉得合适？皇上，若今日哀家要教导儿媳妇，你是不是要阻拦？皇后，您是小辈，赶紧给母后道个歉吧。不必，哀家受不起。来人，给哀家掌嘴50下，好叫皇后知道什么叫尊卑。父皇，老妖婆要欺负娘亲，别怕她，别怕她！皇上，你听听，这还有规矩吗？竟然如此教导孩子，这皇后还够格吗？就在这时，幕后跑出来一个人。皇帝表哥，这样没有规矩的人根本就不配教导小皇子与小公主，您可千万不要大意，这可是您唯一的儿子与女儿，万一被人教坏了，您可是要后悔的。丑人多作怪。姓宁的，你说谁呢？你说谁是丑人啊？我可没指明，谁丑谁知道。丑本来不是你的错，可你跑出来吓人，就是你的错了。哥哥，他看不起我，他说我长得丑。皇上，母后，皇后并没有指名道姓是谁丑，是表妹自己跳出来承认的，这也不能怪皇后。再说了，她说皇后无德都能说，皇后就说她一句丑，这有过分吗？两个孩子皇后教得多好，母后可能不知道，前天林少妇测试了一下天儿，她小小年纪4书5经对答如流，这样的孩子还不优秀，那谁优秀？谢凯吗？朕听闻这3岁半的表侄子，如今连自己的名字认不出来都不说，而且对下人非打即骂，这没有错吧？好，皇上，你长大了，翅膀硬了，母后的话你是当耳边风了。今日
你若不罚他，母后就自罚3个月如素。哼，好主意，如素是个好习惯，多吃点素的，能保太后您多活几年。宁氏你大胆！皇上不好了，太后被皇后给气晕了。太后一倒下，蒋嬷嬷赶紧抓住时机，大声高呼起来。可宁仪真才不会让她如此污蔑自己。贱奴，竟然敢污蔑本宫，当本宫是病猫吗？陈太医，皇后该住手时就住手，这可是一国太后。皇上，您觉得今天这事是本宫的错？难道你就一点错都没有吗？太后若出事，传出去你的责任不小。我有错？我错在哪儿了？我好好的待在我的宫里，是他来找我事儿，还怪上我了。哼，这天底下果真是无理可讲了。可她毕竟是太后啊，若出事了，你能逃脱得了言官的口笔吗？秋月，把他抱到榻上去。你要干什么？你把我姑姑气死了，我要你以命来抵，不许你动他。你这是判他死是吧？若是你判他死，你就闹；你若不想他死，就给我滚远点，本宫没空与你瞎逼逼。春花，把他给本宫拖出去。秋月，银针。是。天哪，这个女人好可怕！你真的行吗？不行的话，等太医过来再动他。你要知道，若母后有个3长2短，后果很严重的。我不行，你行，你行你来啊！若不想被赶出去，就闭嘴。父皇，娘亲医术好棒的，治好了冷宫奶奶好多病。月儿肚肚疼的时候，也是娘亲给糖糖吃就好了的。臣见过皇上、皇后娘娘。你上去看看。是皇上。启禀皇上，近来太后有可能没有进嘴，吃油腻的食物太多，血燥程度已达顶级。好在今日气机发作，若再这样过上些时日，再发作就无药可救了。那你的意思是，母后的病正好今日发作了？回皇上的话，正是如此。孙太医、张太医也在，可让他们把下脉。上。这一天的后宫可真是热闹，先是太后被皇后气晕，然后又是好在皇后把太后气晕，让她的病症提前发作，若不然再过段时间太后的病可就无药可救了。皇后，朕怎么不知道你还会医术？哼，请问皇上，你可曾关注过臣妾？你怎么不知道？你怎么不知道？你凭什么知道？搞得你对我很了解似的。哼，本宫会的东西还很多呢，你不知道的东西也很多。皇上以后还是不要太惊讶才好。什么？会的东西还很多？你一个大家闺秀能学会多少？朕就不信了，你有这么大的本事？不信拉倒，我没让您信。皇上，臣妾累了，您请便吧。皇后，朕才是皇上。我知道呀，臣妾可没否认过您是皇上，只是您这么大的生意做什么呢？臣妾胆子小，经不起下呀。皇后，别以为坐上了皇后的位子就可以无礼了。你以为朕不能拿掉你的皇后之位就得意？哼！朕告诉你，敢对朕无礼，朕就让你只能空抱着个凤印。哼，又来威胁老娘，我好怕怕呀！权管6宫的权吗？老娘才不稀罕帮你打理后宫呢，那点银子老娘看不上。哎呀，好累啊，明天怕是没精力去给太后看病了。秋月，你赶紧给本宫准备一些营养吃，要不然明天肯定要爬不起来了。皇后，你要威胁朕？自本宫搬回来起，一直都是皇上在威胁本宫，本宫敢威胁您吗？皇上，您可别忘记了那天上书房对本宫的承诺。本宫，难道不应该称臣妾吗？难不成这女人还真是只要这个空名后位？皇帝生气地走了，江嬷嬷有点担心。娘娘，老奴知道您自有打算，可他现在毕竟是皇帝呀，您就不怕他再废了你，也得防着他恼怒啊。奶娘，您放心，他撇不下凤霞宫的，别说有2个小的，就算是我本人，他也无法忽视。在冷宫这些年，本宫已经想明白了。娘亲，那老妖婆没死吧？月儿，
天儿，要记住娘亲的话，虽然太后娘娘是个良心很坏、很恶毒的人，但名誉上她是你们的祖母，所以以后在外在内绝不可如此称呼她。我朝以孝治国，若传出去你们对祖母都不孝，会成为天下人诟病你们的把柄。娘知道你们不喜欢她，娘也不喜欢她，但是最起码的尊重我们必须做给天下人看，听进去了吗？知道了，娘亲。娘亲，在外人面前我不会这样说的啦，您放心。我家宝贝真聪明，来给娘香一个。宁仪真与太后的事儿很快就在后宫之中发酵，大家都在等着看她的好戏之时，当天晚上皇上却是又来到了凤霞宫。喜欢住在这里吗？喜欢呀，父皇，这宫里好漂亮哦，比冷宫漂亮好多呢。哥哥，我说的对吧？对。月儿，你去玩，父皇与娘亲说说话。好。你要说什么？母后她年纪大了，心思又重，以后啊，你就多让让她。让？哼，我的人生中就没有让这个字。怎么让啊？皇上，您说说，臣妾要怎么让？让他收拾我们母子3个的时候，我们就伸长脖子让他砍呢，还是叫我们跪地求饶？您是不是觉得在冷宫，我们3个人被人欺负的还不够？您是不是觉得2个孩子在冷宫长大，苦头吃的还不多，让他们出来再多吃些？臣妾以为我说的够清楚了，你得保我们母子3人不让人欺负。可臣妾出宫还不到2天，就连一个奴才都敢给脸色，您觉得臣妾该忍气吞声？皇上，臣妾以为您是一个非常好的合作对象，没想到您竟然不是，我后悔了。皇后，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皇上，您说臣妾带着这些东西到苍东国、豫南国去，他们会对我如何呢？你想逃出宫去？本来是想，若是没有2个孩子，本宫铁定是早就跑得不见踪影了。什么皇后啊，什么凤印，本宫稀罕这些了吗？现在不稀罕，6年前本宫同样也没有稀罕。可现在我有了孩子，你又是孩子的亲爹，我不想让他们缺失父爱，所以我没准备跑。但前提条件是我们母子在这宫中不会被人欺负。若是你保护不了我们，那就另说。等过一会儿去跟母后谈，你忍一忍，只要不触及底线，不要就像只公鸡一样一击就斗。你才公鸡呢，你全家都公鸡。你去谈吧，本宫等着。我的为人准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100倍还之。臣妾高云见过皇后娘娘，臣妾锦绣云见过皇后娘娘。平身吧，本宫昨日刚回宫，宫中也没收拾好，就不留你们喝茶了。本宫在冷宫待久了，喜静。今日要去替太后看病，也没工夫接待你们，这每日的请安就免了，改为初1、15就好了。谢皇后娘娘体恤。哼，宁仪真，算你有点自知之明，别以为当了个有名无实的皇后就有多牛了。哼，谢皇后娘娘体恤。体恤个屁！哼，老娘有空赚到银子去，哪有空与你们这些狗女人争来争去啊？先让你们在宫中蹦跶个10年，当我儿子继位后，让你们通通给狗皇帝陪葬去。你们不是争他吗？到阴曹地府，你们再继续争去吧。哼，不客气，各忙各的去吧，本宫忙着呢。是，谢皇后娘娘。娘亲，快来，这里有蚯蚓，一会儿我们去冷宫喂小鸡的。月儿，小心别把衣服弄脏了，一会儿秀玉姑姑难洗，赶紧扔了它。娘亲，我带了手帕的，我自己擦。娘娘，挖了多少啊？没几条，这里的地并不肥。天儿，要不娘亲来挖？娘亲，我来挖，我可以的，这样我就当是锻炼。今天我还没有跑步呢。月儿，这里挖出来，你要种什么呢？萝卜。好吧，你种萝卜好了，娘来帮你。娘娘，这棵红豆树要不要挖掉？红豆？北方没有红豆树，这株是他让人特地从南方移过来的，费了不少功夫呢。想当年有多痴情，现在就有多懊悔。挖了。是。娘娘，安美人求见。让她进来吧，我这就出去。宣安美人觐见。是，宣安美人觐见。安妹妹去而复返，可是有事？皇后娘娘，
臣妾可以看看小皇子与小公主吗？听闻小皇子与小公主非常可爱，嫔妾喜欢孩子，所以想见见，行吗？秋月，去后院把皇子与公主带过来。是。皇后娘娘，您是我们女人的榜样，以后后宫有了主，而且还是您这么一位优秀的皇后，臣妾心也安了。哼，安妹妹说笑了，优秀什么的真谈不上，只不过是为母则刚罢了。孩子太小了，若本宫不回宫，担心他们被人吃的连骨头都不剩。其实一切都是逼出来的。皇后姐姐，您回来就太对了，后宫有了主，您省得老让人惦记。听闻安妹妹深得皇上宠爱，这位子你不想要吗？啊，皇后娘娘，臣妾说句心里话，你愿意听吗？说吧，臣妾不傻，得不到的我从来不敢去奢望，只求在这后宫中平平安安老死而已。妹妹放心，人呢，只要安分守己，自然没有人会来害你，本宫相信这一点。见皇后娘娘吉言，小皇子与小公主活泼可爱，将来一定会大有出息。多谢了，若是喜欢孩子，有空时只管过来玩。安美人见过了兄妹俩后，没多做停留，就起身离开了。皇上，您好几天没去看公主与皇子了，这几天呀，他们肯定想您了，不如去看看他们。父皇，你快来看呀！月儿捏的小猪猪可好看了，哥哥，父皇来了。月儿喜欢小猪猪。猪猪的五花肉烤来吃很香的。父皇，我们昨天晚上吃了烤五花肉肉，炸鸡腿啊。今天晚上吃什么？今天晚上吃白米粥。娘亲说不能天天吃肉肉，月儿要长成小胖猪的。小胖猪是很可爱，可长大了就要被人吃掉的。小月儿不要被人吃掉。皇上，听闻御膳房今日刚得了一头鹿，很新鲜呐。依老奴之见，这鹿肉最有营养了，烤来吃一定很美味。两位小主子肯定还没吃过鹿肉呢，不如老奴去要一腿过来。多准备一些各式菜，今晚真要陪孩子用膳。是。父皇，月儿陪你散步吧。饭后百步走，活到99。吃了饭不能坐着不动哦，你一定要活得长命百岁的。这小丫头要干什么呀？她不会让这狗皇帝留下来住吧？方德言，去把朕的。皇上有急报。燕凤阳一听到有急报，便立即走了。宁仪真这才松了口气，说这男人真的要留宿，他还真的是不能拒绝。还好，多来点事儿，让他天天忙的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娘亲，蝗虫是什么东西呀？蝗虫？月儿，哪里有蝗虫啊？外面的小太监说的呀。他们说今年什么刘国上个月遭了蝗虫，把谷子都吃掉了呢。那有没有说大梁也有蝗虫啊？有呀，小太监说父皇让人调粮食过去给他们吃呢，要不然就会饿死的。月儿，我们去找你父皇。哎，找父皇去啦。有事？本宫已经说过，没事不会来打扰皇帝，您不要一脸嫌弃。朕没有，朕只是事太多，心情不太好。你有，不过你有没有，本宫也不放在心上。本宫早说过了，曾经的宁仪真已经死了，你只管放心，我不会再缠着你的，更不会强求你的喜欢。皇后，朕明白你的意思，有事就说吧。我会治蝗虫。你说什么？再说一遍。皇后，你可知你这话的意义？皇上，您的意思，本宫是故意胡说，为的是跑来这上书房引您注目。见爹娘又不好好说话了，顿时颜一月就抢了话。父皇，娘亲说她会治虫虫啦。月儿听说虫虫会抢老百姓的粮食，把虫虫治了，老百姓就不会饿肚肚啦。娘亲好有本事的，她不会骗你的啦。方德言，快传！月儿，父皇不是不行，而是……皇上不必传外臣了，治蝗十分简单，就是多养些鸭就行了。除此之外，本宫还有一个草药方子，你让人收集材料，在春季撒下去，这蝗虫就能绝了。
什么意思？鸭子能治蝗虫？你可以让人去查查，是不是养鸭多的地方蝗虫就少，对于大量的鸭子也有用处。若你的方法真有作用，朕记你一大功。天儿、小月儿，你们不会又去爬了那狗洞吧？没有的，娘亲，月儿就在那边与小花玩了会儿，没有去钻狗洞啊。赶紧回宫，得好好给你洗洗了，要不然得生病。娘亲，月儿很厉害的啦，不会生病的。小调皮，走吧走吧。小心！眼见这狗凶悍的就要去咬孩子了，宁仪真也是心中一急，抽出黑鞭，一鞭子甩下去。不好了，不好了！太后娘娘的旺财被打死了！去，把皇帝给哀家找来。我怕狗狗咬我。父皇，狗狗咬我。不怕，狗狗死了，父皇已下令让人把宫中所有的狗都杀了。月儿不哭，他要不了你。皇上，哀家的旺财养了7、8年了，他从未咬过人。母后，你明知小月儿在冷宫长大，没接触过什么人，而且她年纪又小，她怎么知道旺财不咬人？当时几个小太监都看到了，这只死狗就是一脸凶残的冲向2个孩子。这是朕唯一的儿女，您觉得是您的狗重要，还是朕的皇子与公主重要？好啊，皇帝呀，你这是有了儿女就忘记了母后了。您可知道无船水照就滴，你今天这样对母后，就不怕他们学着你的样，将来这样子对你？哼，臣妾也听说过一句话，世上只有会做父母的人才能教出孝顺的儿女。母后是2个孩子的亲祖母，却为一只狗兴师动众，从头到尾您都没想问问孩子怎么样了，却伤心一只狗的死亡。看来在母后的眼中，这2个孩子根本连您的一只狗都不如。母后，这孩子不是您的亲孙吧？难不成皇帝是您捡来的？大胆！皇后，你这是想侮辱皇室吗？臣妾并非此意，只是好奇太后为何对亲孙子亲孙女看得不如一条狗重罢了。若真正的亲祖母知道孩子被狗吓坏了，不应该是心疼孩子而不是心疼狗吗？可您没有，您知道旺财死了，怒火万丈，却没有问一句2个孩子是否受了惊吓。您这做法不得不让臣妾多想，不是？你太后，您的身体千万别激动，否则后果难测。臣妾能救得了您1回，不能保证能救得了您第2回。好，你牙尖嘴利，哀家说不过。你们走，哀家不想看到你们。那就好，你不想看到我们，我们更不想看到你。臣妾告辞。一家人默默地出了慈宁宫。此时宫中已开始了一场打狗运动。你看，没有狗狗了，以后不要害怕了。父皇，月儿好爱你呀！等月儿长大了，也保护父皇。谁要欺负父皇，月儿就打死他去。是不是做错了？好香哦！父皇，这是月儿给您包的，您快吃的。好吃吧？月儿剥的虾虾是不是特别好吃？父皇，月儿剥的虾又鲜又香，父皇太喜欢吃了。宝贝，父皇有人帮着剥呢，你赶紧吃饭吧。公主殿下，老奴来剥，您赶紧吃吧。可公公天天侍候父皇很辛苦的啦，一会儿您也多吃几个。老奴多谢殿下了。一家人吃的是其乐融融。丽香，你明天就出宫，必须找到最好的。是，太后，奴婢明白。那姓宁的绝对不能留。哎呦，太后娘娘，你哪里不舒服啊？肚子疼，好疼啊！娘娘，您说太后敢不敢让李太医看？你说呢？不过本宫可没想到，皇上差点又喜当兄了。我们这倒是替他解决了麻烦，要不然等肚子大起来就有戏看了。不可能的，蒋嬷嬷懂些医术，而且太后这些年怕也不止怀一个，这一个同样是迟早都不会让她见到天日的。歪打正着，我们还帮了他，不过他得有段时间老实了。可不，虽然替别人办了好事，但也能让那老太婆安静一段日子了。准备出发吧，时辰差不多了，皇上怕也是过来了。臣恭迎皇上、皇后娘娘。
西离连玉率使团科见大梁皇帝、皇后娘娘金安。平身，今日起，我大梁与西离为友邦。启禀大梁皇帝陛下，素闻大梁女子文才武略，样样精通。西离琳琅自小崇敬大梁文化，学得一支舞曲，愿大梁与西离年年昌盛，岁岁和安。不要脸的狐狸精，不就是想勾引皇上吗？哼，这个战败国的公主有什么了不起的？随着燕凤阳的一声准了，一首马蹄乐欢快地响了起来。紧接着，就只见西离琳琅身姿摇曳，飞快地跳了起来。众人的眼睛一时忙乱起来。很好，跳得非常不错。琳琅公主，你要什么赏？尊敬的大梁皇上，本公主要什么赏赐，您都给吗？只要是能给的，朕尽量给。本公主听闻大梁国王后乃世间难得之能人，可否请她跳一曲舞？就要这个。皇后，你意下如何？她不是一个公主吗？我母后才不屑与她比呢，要比就由本公主代劳。父皇，今日月儿与她比。天儿，去给你妹妹伴奏。是，母后。大梁皇后娘娘，这就是你们堂堂大国的待客之道吗？你就让一个小丫头片子来应付本公主吗？你这样是侮辱我西离。这就是父皇准备让七皇叔娶的那个西离公主吗？怪不得七皇叔快吓死了，真丑。哥哥，拿碗水来。哦。接着，哼，光一杯水就想让本公主原谅大梁皇后娘娘吗？小丫头，你想都别想。西离公主，你想多了，我这杯水可不是给你喝的，我是想让你自己拿着它照照。一个被我父皇打得喊爹叫娘的小国公主，还想与我母后比试。西离公主，你脸好大哟，我可以告诉你，用不着我母后，本公主就可以把你打得落花流水。小公主好有气势啊，好可爱呀！就是一个败国公主，算个什么东西啊！你们！眼见场上西离琳琅没了台阶下，心中欢喜的不行的燕凤城站了起来。皇兄，本王好久没弹过琴了，不如陪小月儿一起玩玩。七皇叔，你会弹琴吗？小月儿，七皇叔没别的本事，就是喜欢吃喝玩乐。你会跳什么舞？只管说，七皇叔勉强应该能弹得出来。哥哥，你吟曲。拿琴来。一曲精忠报国从燕翼天的手指间倾泻而出。这是什么曲啊？我怎么没听过啊？场上的燕翼乐已经是腾空翻起，一连几个后空翻把所有的人都吸引过去了。一柄软剑从腰间被拔出来，人随剑起，身随曲动，每一个动作既潇洒又优美。我愿守土开疆，堂堂大梁要让四方来和。好一个堂堂大梁，要让四方来贺！我的侄女儿啊，你是这个。七皇叔，你不是说要替玉儿伴曲吗？七皇叔还没学过这首曲子，等七皇叔学会了再给你伴曲。西离琳琅却是被羞得面红耳赤。恭喜皇上，贺喜皇上，得如此佳儿贵女，乃大梁国之福运。恭喜皇上，贺喜皇上，大梁福运，万年安康。众爱卿平身，西离国已是诚心，特送西离公主前来和亲，以示朕诚意。我大梁朝男儿由他挑。皇兄，臣弟对琳琅公主一见倾心，请您成全。大梁皇上，本公主。琳琅公主，你若肯嫁与本王，弱水3000，只取1瓢饮。你说的是真心的？绝无二言。说你违背今天的誓言，我会杀了你的。死而无憾。准。皇上下旨赐婚十王燕凤良与西离琳琅，宁仪真心里根本就没有其他想法。西离琳琅嫁给梁王也好，嫁皇帝也罢，都与自己无关。哎呀，德妃姐姐，你可真坐得住啊！再这样下去，这后宫怕是没我们什么事儿了。徐妹妹说什么呢？本宫
还真是没听懂。好你个德妃姐姐，你跟妹妹打哑谜是不是？今天长崎殿上那2个可是大放异彩，出殿的时候皇上可是亲手抱着那小贱货出来的。贤妃妹妹可不能胡言乱语，那是龙子凤孙，妹妹可千万不要乱说。龙子凤孙？哼，谁知道他们是不是皇上的种呢？德妃姐姐，你可别觉得我在胡说。你想想，宫里这么多女人，就算我不受宠，可当年钱灵儿、李萍和安美人总受宠啊。唉，可小皇子与皇上长得太过相似，谁敢说小皇子不是皇上的亲生孩子呢？哼，长得像就是了。德妃姐姐，皇上与几位亲王都有7分像，那成亲王、仁亲王与皇上至少都有8分像。嘘，贤妃妹妹，此话可不能乱说，这可是秽乱后宫的大事。此时的凤霞宫中，一进门，燕一月从燕凤阳的身上就滑了下来，并且牵着自己的父皇就往里头跑。父皇，你快来看月儿的画，看月儿画的好与不好？父皇，儿臣画的好吧？画得很好，只是这画上之人是你吗？对呀，不只有月儿，还有母后父皇啦。您看，这个最高的就是父皇。父皇，月儿把您画得很漂亮，对吧？皇上，您在您女儿的心中就长得像头牛吗？我的天哪，画得好，画得好。等父皇有空时，再教你画鱼儿与鸟儿。真的吗？父皇，你要教月儿画画？当然，父皇一言九鼎，还能哄自己的女儿吗？月儿太喜欢父皇了。母后，父皇要教月儿画画了，以后月儿肯定能成为画画界最厉害的人。那月儿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不许3心2意了。知道了，母后。父皇您相信月儿，月儿一定会好好学，将来把父皇画得更好看。好吧，小丫头啊，你是要好好学，要不然人家以为你父皇是只牛魔王呢，头上还长角。天儿，你的琴技是谁教你的？朕记得你母妃并不会弹琴，难不成你是自学的？回父皇的话，儿臣是跟冷宫里的太妃奶奶学的，这份尾琴也是太妃奶奶送给我的。学得不错，除了读书认字弹琴外，你还学了什么？燕倚天有着过目不忘的本事，自然学会的就非常多了。不过他很谦虚，琴棋书画都学了一点，只不过都只学到了一些皮毛罢了。哦，天儿，那首曲子你从哪儿学来的？这曲父皇是头一回听。侍卫叔叔站在门外哼的，儿臣觉得好听，就跟着他学了几遍，然后自己谱的曲。什么？儿子还会谱曲？这是什么天才？那你还会弹什么曲儿？很多呀，比如十面埋伏啦，烟雨江南啦，高山流水，凤求凰都会。就是燕凤阳自己这个亲爹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但想到自己考教自己儿子的那些东西，他也就信了。没办法，谁让他有一个天才儿子呢？把朕这块紫天燕、狼毫、安山墨都送到公主那儿去，再去库房把玉玺赏给天儿。我的个乖乖，那紫天燕、安山墨那可都是天下奇珍呐，还有这绿绮，可是这天下仅有一把的名琴。是皇上。行了行了，不就一点东西吗？以后姑姑库房里的东西你看中什么拿什么，行吗？姑姑，妍儿什么时候能入宫啊？可是他不喜欢你，你入了宫也会像别的妃子一样被他冷落，你还愿意吗？他要的不是皇帝表哥的喜欢，他要的是将来跟姑姑一样当威风八面的太后。姑姑，你不是常教导妍儿说，当皇帝的女人应该大度，眼光要放长远吗？妍儿，哀家知道你志存高远，可是现在皇后之位被人占了，恐怕有点难了。难什么？现在后位被他占了，难不成他还能够站上一世吗？姑姑，孙家没人了，宁家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助力，只要他和他的贱种一死，皇帝表哥还能替他报仇不成？对，有他们母子几个在，这个后宫永远不可能兴谢。丽香，传信让镇定公夫妻进宫一趟。是，太后娘娘。娘娘，谢大人夫妻入宫了。不用去管他，来与不来都是别人的事。我们的东西可安装好了？
秋月自知他是在问那窃听器的事儿。已安装好了，就是不敢靠得太近。太后那宫中守备森严，安好了就行，远一点也没关系，你让他们都注意安全。娘娘放心，他们都是有经验的高手，不会露出破绽的。就是很可惜，太后近身几个人她太熟悉，不好替换。没关系，只有2层保障已经足够了。一起听听，看看他们在说些什么。一阵沙沙的声音传了进来。娘娘，还是装得太远了一些。虽然窃听器传来的声音很小，听不太清楚，但是宁仪真还是听到了几个关键词：剑种、毒、医术、死。难不成那蒋嬷嬷出去弄来的东西还不够狠，所以让谢家人弄来更厉害的东西？秋月，太后在这宫中经营几十年，若是连自己的宫中都防范不严，那她就不可能坐上这位子。如今这东西虽然没安进她最常活动的场所，但比起没安装，自然是要好万分。娘娘说的有道理，只是接下来我们要怎么防？接下来我们的人不仅要盯住这个蒋嬷嬷，还要找人盯住太后的几个心腹，另外通知赤峰增加人手，盯紧谢家。谢家确实不简单，这2年了，我们还找不到他们养私兵的地方，这不是个小人物。是。娘娘，听说今日公主在国宴上大放异彩，是真的吗？是真的，小月儿与小天儿都很厉害，看得满朝文武目瞪口呆了。娘娘，2位小主子如此出彩，怕是这宫中之人要坐不住了呀，您可得小心提防这些。嬷嬷不用怕，月儿会保护娘亲的。就凭你这花拳绣腿吗？婕妤奶奶让你好好练功，你就会偷懒。哥哥，月儿是不是很笨呀？你不是笨，而是你太聪明了。说是你不这么好玩，你是不会比我差的。看见一只蚂蚁，你也能够聊半天的人，哪来的时间练功啊？不是，你已经很厉害了，只要你再努力一点，就能够打得过哥哥了。还有，若是遇到打不过的坏人，你就唱歌给他们听。月儿，娘亲要去一趟冷宫，你去不去啊？去，娘亲，月儿要去了。那就去吧。秀玉、春花，拿2个篮子，我们去冷宫摘点蔬菜回来。是，娘娘。奴婢见过祖相大人。臣见过皇后娘娘，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萧师兄不必多礼。可还好？这几年多谢萧师兄的照顾，您送的东西都非常好，仪珍会记在心里的。他知道。小事不必挂怀，臣恭送皇后娘娘。本宫走了，师兄保重。慢走。一到了冷宫，燕一月仿佛就是游进了大海里的鱼儿。太妃祖母，太嫔祖母，美人祖母，我来啦！小月儿、小天儿，你们回来啦！太好了。婕妤祖母，这2天你想我了没？当然想啊，我的小祖宗哎，这几天有没有记得练功啊？练啦，月儿天天练哦。婕妤奶奶，月儿想吃菜了，你去不去？当然要去啦，我陪我家的小月儿去摘菜喽。5人行瞬间就变成了几十人行。太妃，这油布有点破了，过几天我会让人送些新的来。听闻你把那老东西的狗都杀了。可怪不得我，是他自找的，他若不来惹我，我也不会现在就动手。很好，他本来就是个爱找死的人，对付这样的人，你可千万别心慈手软呐。不会，心慈手软不是我的处事原则，但是我也不会落下把柄在别人手上。你比我们都要聪明，老身相信你。若有需要，齐家尽管拿去用。仪珍会小心的，也谢谢太妃，若有需要我会的。这就好。摘了一把基本要过时的四季豆，小青菜、萝卜菜也是摘了一大把。一行人往回走时，路过御花园的时候，娘亲，你快看，有核桃！我们去摘莲子吧。好，我要去，我喜欢摘莲子。家满可采莲，莲叶何田田，玉溪莲叶在，玉溪莲叶东，玉溪莲
亲，原来这里也有荷塘啊！早知道我早就来摘莲子啦。走吧，喜欢就去玩一会儿。哥哥，走啦！来者何人？你是何人？见到了皇后娘娘，竟敢不见礼？娘娘，难道是皇兄那被废又宠溺的皇后？奴才见过皇后娘娘，小李子给皇后娘娘请安。奴才的主子是福王殿下。果然真是福王。平身吧，不知者不为罪。天儿、月儿，见过你们的福王叔。天儿见过福王叔。你们乖，皇帝见过皇嫂。不必多礼。13弟，你在这里散心吗？皇嫂，13就在这里坐坐，屋里实在太闷了。13弟，可否让本宫看看你的眼睛？皇嫂，13已经不放在心上了，你别担心。本宫幼年时曾与3有仙人学医术，虽然比不得师尊厉害，但医术也算可以，看看也不影响你什么，是不是？不必了，多谢。不识好歹，我家娘娘可不是随意给人看病的人。哼！春花，不得无礼。月儿、天儿，你们不是要摘莲子吗？走，我们去摘莲子去。福王叔，我不喜欢你啦，你对我娘有敌意。哥哥，我们走吧，以后再也不要理这个王叔了。哼，反正我们还有亲王叔，不跟他玩也没损失。娘亲，我要吃。吃吧，不过现在老了，不太好吃了。娘亲，好苦呀！莲子虽苦，却能降火清心，帮助睡眠，是好东西呢。尝尝苦也不错呀。娘娘，那我们多摘一点回去。可以，冬天烤火突然上火，用莲子炖肉汤喝，很不错。月儿、天儿，你们坐住了，娘亲来摘莲子了。我也要摘。而就在这时，突然砰的一声巨响，出什么事了？快来人呐！快来人呐！我家公主掉荷塘里了！公主？哪个公主？春花，快点划过去。月儿、天儿，抓住了，别掉下去了。是。公主，你快爬上来呀！快来人，救救我家公主呀！春花，救人。是。公主，你不要死啊！你醒醒啊！走开，让本宫来看看。娘娘，胸口还是温的。检查嘴里是不是有脏东西。你来吹气，我来按压。是。主仆2个立即救人。燕飞月终于是睁开了眼，当他看到救自己的人竟然是宁仪真，一时之间脑子完全就乱了。谁让你们救我的？本公主让你们救我了吗？本宫也不知道是你，早知道也不会救。你再喊，本宫扔你下去。你敢？公主！快救救我家公主啊！这下冷清了，你慢慢喝水吧。救命！我错了，救我！求求你救我！宁仪真也没有真的想要淹死燕飞月，见整的他差不多了，春花再次下堂去捞人。公主，你不会说话就不要说，不想死就闭嘴，反正本宫也没指望你会谢我。今日本宫心软，别说是你，就是一条狗，本宫也会叫人救，不用谢。春花、月儿、天儿，我们走。方德言，叫个太医过去。这一次11肯定被冻病了，让他好好养病。没有朕的命令，1个月内不许出宫。禁足了，看来皇帝是真生气了。是，11公主，您真是判错对象了。您真以为太后是皇帝心中的最重？哎，这么蠢的女子是怎么活到现在的哟？春花，出什么事儿了呀？娘娘，您和小主子们没事吧？奶娘，不是我们出的事，是11公主掉荷塘去了。11公主？娘娘，您把她给救了？不知道是她，要是知道是她，我就不救了，淹死了正好。奶娘，给春花煮碗姜茶来。是，主子，奴婢用不着。那喝一碗吧，身子暖些。谢主子。启禀皇后娘娘，绣红姑娘求见。绣红，
他还有脸来这里？臭不要脸的东西，他竟然有脸过来！娘娘，把他赶出去吧！娘娘，求求您见见奴婢，求求您见见奴婢呀！臭不要脸的东西，你还有脸来？你这个叛徒，永远也不要再让我看见你！求你，你凭什么打我？扔出去！娘娘，奴婢错了，奴婢对不起您。今日奴婢是来请罪的。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既然你是来请罪的，那就跪到外面的大路上去，先跪上3天3夜再说。朱花姐，给他挂块牌子，以他的名义写上一份悔过书，省得一会儿再恶心了娘娘。明白。娘娘，奴婢错了，奴婢当年是被吓坏了，真的是吓坏了，奴婢没有。还想狡辩？春花，打断他的手脚，给本宫扔出去。是。娘娘饶命！啊！动手！娘娘，她痛晕过去了，扔去德贵宫。是。来人，把秀红抬进去，去太医院找个医女过来。后宫之事，随他们自己去处理。朕知道了，退下吧。臣参见皇上。恒志，你刚才去过御花园了？去了，去转了转。恒志，你再不成个亲，朕那几个爱折腾的妹妹，怕是要天天请太医了。皇上，成亲若只是为了成亲，那人生会有多寡淡？皇上也成了亲了，您觉得自己有多幸福吗？恒志，你有喜欢的人吗？有。皇上，臣还没尝过心动的滋味。喜欢的人。想到这几个字的时候，燕凤阳脑子里突然浮现出一张面庞。怎么会想到他？不，这一会儿会想到他，那是因为这几日看到的都是他。那就随你吧，朕也不逼你，这毕竟是你个人的幸福，朕也只能替朕的几个妹妹遗憾了。那就多谢皇上了。当天晚上，宁仪真做了一个百合莲子瘦肉粥，又弄了一盘的口水鸡。吃完之后，两小只嚷着明天还要去摘莲子。娘娘，不如我们把它全摘回来，以后想吃就吃。行，明天我们的大忌就是采莲。第二天一早，凤霞宫走出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采莲队伍。这消息很快也在后宫传遍了。这皇后娘娘怕是在冷宫穷怕了，连这种东西也要。哼，冷宫中1天1碗清水2个馒头，能不穷吗？方德言，这莲子有何妙用？据太医说，莲子不仅味道好，而且还能治病，特别是其中的一味莲心，那是降火清目、治口味生疮的一味好药。莲子味道好，可为什么御膳房从没做过？皇上，您问我问谁呀？奴才也是刚才听说过。据老奴听闻呐，皇后娘娘宫中昨天晚上吃的是莲子百合瘦肉粥，今天早上喝的是莲子银耳羹。至于御膳房为什么没做过，老奴这就去把御膳房的总管叫来问问。算了吧，燕凤阳心里清楚，他这位皇后弄出来的东西好些是御膳房连听都没有听说过的东西。去荷塘看看。百家御花园。哥哥，这一朵好大呀，这个我要拿。别叫了，过去吧，别吓着孩子。皇上，您觉得公主与皇子是老奴的声音能吓坏的人吗？难不成这些年老奴的声音在您的耳中是狼嚎？是。月儿、天儿，父皇，这么喜欢莲子啊？莲子可好吃了。父皇，昨天晚上我们吃了莲子百合瘦肉粥，今天早上又喝了莲子汤，很好吃呀。父皇，娘亲说了，等摘了莲子回去给我做蜜汁莲子，那个更好吃呢。那父皇来帮你摘好不好？好呀，哥哥，父皇来啦。儿臣见过父皇。累了吗？儿臣不累，父皇。
母后说莲子是好东西，烂在荷塘里头太可惜了，就让李公公带人去摘回来。若是吃不完，还可送入太医院为药呢。母后说，虽然太医院不差这一点，但是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是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好，你记住了就好。来，父皇和你们一起摘莲蓬。皇帝在荷塘摘莲蓬了，这消息像是长了翅膀一样飞遍了后宫。娘娘，您别看了，快去御花园吧。御花园怎么了？难不成天儿与月儿掉荷塘里去了？娘娘，你以为以公主和皇子的水性掉荷塘是件急事吗？哦，那还有比这更急的事吗？你说吧，到底是什么事让你急成这样子啊？娘娘，你不知道吗？后宫的娘娘们全部都去帮忙摘莲子了。难不成皇帝在那里？是呀，你赶紧过去吧。那些娘娘们，哎呀，奴婢真说不出口。秀月啊，你觉得以你家娘娘我这性子去了能有什么用呢？她们都是皇帝的女人，难不成我们去了把她们骂一阵？行了，有这么多人在帮忙，本宫就不去了。你赶紧回去看着梁小芝吧，一会儿本宫教你做蜜汁莲子汤。娘娘这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虽然去了不能骂他们一阵，但好歹也让那些女人们知道谁才是皇后娘娘。蜜汁莲子汤有这么重要吗？娘娘，您真是让奴婢说什么好呢？行，您不去奴婢去。方德言，既然他们这么喜欢摘莲子，去拿筐子来，让凤霞宫的奴才都回去。今天他们不把这荷塘的莲子采了，就不许回宫。摘完了，让他们把所有莲子都送去凤霞宫。是，奴才遵命。皇上，属下已经打听到了，有一个地方有土豆。哪里？快说。回皇上的话，有一个叫风池山庄的地方，主人姓楚，京城最大的粮食铺子百姓食铺就是楚家的。天哪，真有啊！楚家那边有多少钱一斤能出售？徐良立即按照宁仪真交代的话回禀了。回皇上的话，大有还有8万余斤土豆，1斤3文，而且已经催芽了。走，一起去看看。皇上，种土豆的土地已经整出来了，可以下种了。方德言，让人去通知皇后，过2天和朕一起去祭田种土豆。秋收之后，百姓粮铺的生意非常的忙。宁仪真这一会儿，她正忙着看账本呢。娘娘，几大粮仓都装不下了，还收吗？差不多了，我们再收也没地方放，而且再收的话，粮价也会抬得更高。是，属下知道了。次日，燕凤阳、萧远寒、徐良等人出了宫，去了风池山庄。当他看到那一屋子的土豆种时，真是兴奋的仿佛捡了宝一般。全部收下，加大人手整理田地，争取尽快种上。是。回到皇宫时，德公公见燕凤阳盯着凤霞宫的方向不动。皇上，昨天的那些莲子也不知道有没有全部送去皇后娘娘那里。小公主说蜜汁莲子非常好吃，她最喜欢呢。您要不要去看看小公主是不是收到了莲子？摆驾凤霞宫。起驾，皇上摆驾凤霞宫。娘亲，月儿肚肚好大哦。叫你别吃了你不听，这下肚子胀了吧？因为它太好吃了呀。娘亲，月儿肚肚胀，我去跳舞吧。跳好，跳一跳把肚子里的东西消化一些。天儿，你去给妹妹弹曲儿。小麦子公公，不是你那样比的啦，要把双手反转过去呀。小豆子公公，你要跳得高一点啦。安公公，你这动作太僵硬了，不是这样子的，你这样跳像跳僵尸舞。月儿，父皇，
你来了，太好了，快来陪我跳舞呀！燕凤阳一脸的漆黑，让他跳那蛤蟆似的舞。小公主，咱家给你找几个人过来学好不好呀？他们可喜欢跳舞了，可就是没人教呢。这样啊，德公公，他们不笨吧？不笨，咱家多叫几个过来。小公主，您自个儿选。娘亲，以后有好吃的也要给他们呀，他们是我的徒弟。没问题，不过暂时先让他们去内务府学规矩，等规矩学了再留在宫里。好，你们一定要好好学，学好了我就教你们跳舞。是，公主，小的听从您的指挥。因为明天要去祭田种土豆之事，这天晚上燕凤阳吃了一顿满意的莲子晚餐。次日一早，娘娘，皇上那边准备好了，小名字来问，您这边如何？可以出发了。娘亲，你看，父皇在等我们。父皇，我来啦！月儿，你慢一点，小心别摔着了。父皇，月儿不怕的，摔倒了爬起来就是了。好吧。父皇，马。想骑马啊？想骑。天儿呢？想不想骑？父皇，儿臣喜欢。好，一会儿出了城，父皇带你们骑马去。父皇好棒！谢谢父皇。得了宫闱的燕凤阳一脸的骄傲，有儿有女就是福。白龙马，天长西，驮着唐三藏，跟着三徒弟，西天取经上大路，一走就是几万里。马车上宁仪针一头的黑线。哎，姑娘，你是不是太疯了？还妖怪呢，还精怪哦。1个时辰后，一行人就到了城外的祭田。春花姑姑，放下我，我要去抓麻雀。娘亲，晚上我们烤麻雀吃啦。啊，什么时候这个小吃货也能别这么好吃了？玉儿以前吃过麻雀。吃麻雀怎么了？吃个麻雀很奇怪吗？冷宫中什么不吃啊？孩子长身体需要营养，麻雀虽小，至少还是肉啊。麻雀很难抓的，你们怎么抓得到？小小麻雀都抓不到，我怎么养儿子来夺你的天下呢？只要思路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麻雀虽然很狡猾，但它们也需要食物才能活下来。一到冬天，大雪盖地，山上地下都寻不到食物了，只要在罗盖下撒一把粮食，它就会来。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好吧，燕凤阳承认了，他不如自己的皇后，竟然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好在没让燕凤阳尴尬太久，3省2阁6部的官员都已经等候在田间了。微臣参见皇上，参见皇后娘娘。出门在外，免礼，平身。谢皇上。走吧，今天是个意义重大的日子，我们一定要好好干，争取几个月后种出高产粮食。转眼10月16，上大吉之日，母子3个穿戴整齐去了宗人府。皇后重上玉蝶，皇子与公主入族谱，这是大事儿。恭喜皇上，贺喜皇上！皇上有后，天降大粮啊！好啊，好呀，总算是熬到头了。太好了，我家的小月儿、小天儿是真正的皇子与公主了呢。皇上，不如去冷宫看看。皇上的脸色可太难看了。我的娘娘哎，要庆贺不能在自己的宫里吗？您要感谢的人不应该是皇帝吗？你怎么跑去冷宫庆祝哟？父皇，快来吃蛋糕啦！特意为您做的呀，里面有好多好多的水果罐头。水果罐头是什么东西啊？小公主，老奴恭喜您和皇子了。谢谢德公公，以后我和哥哥就是父皇的亲生儿女了，没有人敢骂我们野种啦。野种是谁？谁骂你们？还能有谁啊？皇上，这
这宫里骂兄妹俩的人恐怕不计其数。今日是我们母子3个的大喜之日，恐怕却是别人咬牙切齿之日。所以皇帝还是别去细问是谁了，反正这些对我们母子来说就当作是放屁。皇后竟然会爆粗口，不得了了。皇后这变化也太大了，不过这爽直脾气真不错呀。心情不好，晚上燕凤阳没有留在凤霞宫。哎呦，你竟然敢撞小爷，给我打！娘娘，出事了！出什么事了？公主跑出门的时候与谢家小公子撞在一起了，谢家小公子非打公主不可。走，过去看看。死丫头，她可是大梁的福星，她出生之日，京城上空紫气东升，江南水患戛然而止。你若是敢撞伤了她，你赔得起吗你？是吗？依你这么说，这小谢公子的福气比龙子龙孙的福气还要大了。他这么有福，看来这皇帝之位都得让他来做才对呀。这又不是我编出来的，全天下的人都知道的事儿。哼，本宫也没说你编出来的，只是问你，是不是你谢家的孩子比龙子凤女还要金贵？回答这个就可以了。就是，又怎么着啊？我可没这么说，你非要这么说，那是你的事。小丫头走路不长眼撞了人，还不赶紧认错？我只不过是教训她一下罢了。你配吗？我的女儿是大梁公主，你算个什么东西啊？你有权利教训她吗？这是皇宫，是公主的家，一个外人被她撞了就撞了，有什么了不得的？站在别人家的地盘上还敢张扬，难不成你准备把这里改姓谢？是不是你们谢家打着这主意呢？你也不能不讲理吧？是她先撞了人的。我女儿是公主，要讲什么理呀？被她撞了那是活该，不就是撞了一下吗？既然敢不依不饶，你们想干嘛？哼，行，你这么牛去和太后说吧，反正我就是教训她了，你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就这样，敢教训公主，看你是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你打我！本宫就打你了，你又要怎么样呢？你是什么人？大胆，竟然敢打我姑姑！你是不想活了是不是？来人，给我掌他的嘴！小子，你看来真是当皇帝的料啊！小小年纪就有皇帝的气势，可惜本宫胆子就这么大。你想长本宫的嘴吗？很好，谢家真不错啊。凯儿，我们走。我不走，我不走！那个死丫头她撞了我，我要去打死她去！闭嘴，还不快把她带走？想找死是吗？快点，快把她拉走！放开我，放开我！小爷我要打死那个臭丫头！公主有什么了不起的？她有我爷爷厉害吗？我爷爷是镇国公，是大官，她算个什么东西啊？哼，镇国公，好大的官呀！我打死她！谢凯不知道从哪儿拿出一个弹弓来，对着燕一月就是一拉。宁仪真双眼一眯，身形一动，只听得叮的一声，那弹弓上的石子儿突然一个反弹，直接打在了谢凯自己的身上。好痛，好痛啊！来人，把这些坏人都给我乱棍打死！来人，把他抓起来！敢谋害公主，这是不想活了。皇后，凯儿不过是个孩子，你可别跟他计较。皇公主，快打死这几个坏人！我要打死这些坏人，他们都是坏人，全部给我乱棍打死，一个也不许留下！这是孩子说的话吗？熊孩子，这可是皇后、公主与皇子，是你说能打死就打死的吗？皇后娘娘，孩子还小，被老身给宠坏了，实在是对不住啊！老身替他跟你们赔罪，一会儿老身将他带回去，一定会好好的教训他的。哼，贵公子可真是有气势啊！进了皇宫敢喊打喊杀，看来在他的眼中，皇宫就像菜市场一样，想怎么的就怎么的。谢老夫人也不必担心，毕竟是个孩子，本宫也不会与他计较什么。不过还请带回家去后，谢老夫人好好教导，这里是皇宫，不是他能喊打喊杀的地方，除非你们不把皇宫当皇宫，不把皇帝当皇帝。母后，月儿受了惊，儿媳就先告辞了。太后娘娘，这皇后娘娘确实是威风得很呐，说起话来
可是句句诛心，谢家对朝廷是忠心耿耿，却让他说成是有一心，还可真是让人闻者伤心，听者流泪呀。总有一天，哀家会让他知道什么叫尊卑。这天晚上，太后有旨，但凡是后宫嫔妃，以后每逢1逢5必须要去给太后请安，违者罚抄女德，女戒100遍。主子，这太后看起来还是太闲了。不是太闲，而是身体太好，觉得不管点事儿，心情不爽。秋月，既然她过得不舒服，让她再不舒服点好了。是。娘亲，娘亲，你要花粉吗？月儿，这事娘亲会处理，你别掺和。可是娘亲，有人欺负我娘亲呢，我都不能报仇吗？宝贝，娘亲可不是什么人都欺负得了的，你得对娘亲有信心。你还小，这事就交给娘亲来对付。等你长大了，本领学好了，娘亲也老了，娘亲就全交给你了。月儿保护娘亲，谁也不能欺负娘亲。宝贝，娘亲陪你搭积木。好的，月儿要给娘亲搭一个最大最好的屋子。御花园的事儿，燕凤阳自然也是很快就知道了。方德言，给镇国公府送个人过去。皇上，把太后身边那个玉清送回国公府去。皇上这眼神真厉害，谢家也是，谁不好动，竟然敢动公主。明白。娘亲，月儿这一招燕子碱水练会了。燕子碱水是清宫平影伏宗之中比较难的一事，这一招宁仪真自己也没有练成。宝贝，真棒。娘亲，我一定要学得跟哥哥一样，可以飞出去好远。女儿呀，你的目标太远大了，你哥哥这人根本就是只飞鸟啊，你想跟上他难呢。但他没准备打击女儿。你一定行的。其实你已经很厉害了，你会绣团扇，可你哥哥都没学过呢。次日一早，众嫔妃早早的到了太后的慈宁宫。皇后娘娘，一会儿若有事，先忍忍，别让人拿到了把柄。多谢提醒。不过太后是明事理的人，绝对不会胡乱拿人把柄的。太后老人家昨晚没睡好，请安之事以后再说。今日天气真好，皇后娘娘，你说是不是？冬日暖阳是最美不过的了，当然好，美人妹妹心情更好才对啊。对对对，我心情就如这朝阳，明亮而有朝气。很好很好，说得不错。今日天气好，不如去本宫宫中一起吃个早膳。谢谢皇后娘娘，恭敬不如从命，妾身就打扰了。方德言，让人去看看左相筹粮情况如何了。这个月下旬粮食务必送走。可就在此时，萧远寒快步入了宫来。